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锦绣芳华中定档，从卖花到救国，杨紫李现角色格局炸裂升级。当许多观众尚在回味《国色芳华》里何为芳在花海中转身的镜头，指尖仿佛还残留着牡丹的馥郁时，一份新的追剧邀请已猝不及防地塞到了手中。仅仅数月之后，锦绣芳华官宣定档6.30，这速度快得让习惯在剧中后怅然若失的我们几乎来不及收拾好那份离别的情绪。杨紫饰演的何为芳不再仅仅是那个在长安西市用心经营花木的聪慧女子，她的世界从精雕细琢的盆栽与芬芳馥郁的花束中拓展开来，目光投向了更深沉的民生疾苦。于是毋庸堂应运而生，这名字朴素的甚至有些粗粝，却承载着他从渡己助人走向救济万民的抱负。他不再是那个只懂得用花语传递心意的商人，他的双手开始触碰更真实的冷暖人间。而李现饰演的蒋长阳，他的战场依旧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之上。涂松岩饰演的宁王，如同一道精心编织的暗影，其谋反的阴谋正悄然蚕食着盛世的根基。蒋长阳的利剑注定要刺破这层华丽的伪装。制作方似乎铁了心要把盛唐的魂魄重新召唤至荧屏之上，斥资数亿，只为复刻那座曾见证无数传奇的长安西市，让每一帧画面都浸透盛唐独有的风雨与绚烂。特效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服务于一种宏大的美学追求，让那个只存在于诗赋与想象里的辉煌时代，在视觉上变得可触可感。这野心隔着屏幕也能嗅到金钱燃烧的味道，却也令人好奇，这份昂贵能否真正兑换成观众心头的震撼？定档的消息伴随一丝微妙的波澜，坊间有议论之声。从国色芳华落幕到锦绣芳华登场，虽然间隔不短，但是否真能绕过某些潜在的行业规则？然而剧集已然通过审核，稳稳占据播出日程，这像是一场小小的叛逆。制作方似乎笃信，观众对何为芳和蒋长阳故事的渴望，足以抵消所有关于节奏的质疑。他们压住的是那份角色与观众之间早已悄然滋生的情感连结。杨紫与李现这对荧屏搭档，从默契演绎到现实中的佳话，无形中为剧集镀上了一层真情实感的光晕，这恰恰是当下荧屏最稀缺的珍宝。锦绣芳华的野心远不止于复刻前作的成功，何为芳的人生轨迹从花商的精致天地勇敢地跨越到实业家的广阔疆域，创办面向普罗大众的毋庸堂。他的理想也从经营一世芬芳，帮扶身边之人，升华为救济万民的宏愿。这份转变让角色在乱世浮沉中迸发出更为坚韧的力量，也让故事的格局豁然开朗。他试图探讨的是女性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既执着于个体生命的舒展，又勇于扛起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担当。这份利益如同剧中那精心复原的长安西市，试图在喧嚣的娱乐图景里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精神成圆。当桃花映江山的柔光与书卷一梦的奇轨已在荧屏铺展，锦绣芳华依然带着盛唐的自信与些许不合时宜的迅猛加入战局。他依仗的是前作积累的人气，是杨紫、李现等演员深入人心的魅力，更是那份试图在古装叙事里深凿女性力量与家国情怀的野心。他能否在同期作品中再次绽放？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座斥巨资重建的长安西市的烟火气息里，藏在何为芳创办毋庸堂的决心里，也藏在观众是否愿意继续为这份续集所承载的情感与价值买单的期待里。这场盛唐的邀约来得迅疾而浓烈，它像一场提前燃放的盛大烟花，
在许多人尚未完全从前一场绚烂中回神时，便已迫不及待地宣告新的璀璨即将升空。